为啥回国的老外都后悔了？为啥现在已经很多最近回国的老外开始后悔了呢？现在中国这边是个啥子情况？国外是个啥子情况？现在哪里的生活更好、更舒服呢？哪里的问题更大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、分析一下。但是之前先得问一下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感觉现在已经回去的老外回不来中国这边，你们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呢？为什么呢？评论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就从老外的一个角度给你们讲一下，为什么现在在中国这边生活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当然也是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。Marky 是我的名字，我是一位低贵的小伙子，我当然还在四川成都，漂亮的四川成都，然后现在在外面走一圈，欢迎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非常有意思的分享。中国的夏天真的是太好了，太舒服了。夏天的时候天气好，心情也好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这个真的太棒了！现在就是中国的夏天了，最好的在中国这边待的一个时间。那么为啥说现在最近回去的那些老外已经开始后悔呢？上次我也做过一个视频，给你们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解释了一下最近很多老外的一个感受。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2年多的时间，很多老外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办法出国，没有办法回去找他们的家人朋友们，在中国这边待了很长时间。虽然说很快乐，但是肯定会想自己的家人。那么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内，特别是从上海疫情开始之后，很多老外选择离开中国，回自己的国家。但是我们都要承认的事情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和2、3月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在疫情上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，经济很不错。中国这边还经常有新冠肺炎相关的措施，要隔离，出不了，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就是让你觉得哎呀，这边生活好困难呐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双方的一个变化，中国这边最近已经开始有好转了，疫情的情况已经控制的特别好了，已经基本上没有了。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疫情本身已经没有那么危险了，这个导致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，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。现在哪怕去有疫情的地方都不会被隔离，所以我们在中国这边已经在慢慢的恢复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中。这个也是前段时间就是很多人离开的时候想不到的一个事情，没有办法计划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他们要是知道这么快就会恢复正常，有可能他们会选择坚持一段时间。但是现在这个决定已经做了，已经回不来了，或者只是很困难。那么现在国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那么所有的关注 Marky 一段时间的朋友们，你们也晓得，有好的事情我就会说，有不好的事情我也会说。但是最近国外我个人非常不看好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因，我在上一个视频也简单的跟你们说过了，跟你们讲过了，那就是国外那边现在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，很多非常简单的、非常重要的东西已经在涨价，很多正常的普通的家庭已经买不到这些东西了，自己的每一个月的工资的收入都不够承担这个每天生活的成本。那中国这边就没有噻，每天一切都很正常。Marky 还是可以每天买我的牛肉、我的三文鱼，吃好的东西，去耍、去打车、去旅游等等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。但是在国外的话，现在很多事情要么就做起来很困难，要么就很贵，要么就做不了了。那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。第二个原因，那当然是现在特别是欧洲那边，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这个事情也已经持续了3、4个月了。
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好转。现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，经济上面和政治上面的关系变得特别差，而且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会发展的怎么样，还会影响到多少的德国或者欧洲其他的地方的经济和生活。前几天俄罗斯就开始降低它提供给德国那边的天然气，现在很多人已经害怕，已经担心我们是不是到冬天的时候要冻死了呢？没有天然气，我们屋子、房子、家里面怎么保持温暖呢？这些真的都是一些很头疼的问题，现在就在欧洲，就在国外在发生。整体来说，我感觉中国这边已经开始有好转了，而且中国这边的问题好解决噻，只要没有疫情，没有这些措施，大家都有希望，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。但是国外的这些问题，通货膨胀，包括说这个冲突的事情，这个没有那么好解决，也不会非常快。也可以说，还是在中国这边，现在生活更划算、更好一些。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很多老外，就是最近回国的老外，他们已经开始后悔了。哎呀，要是再坚持一段时间，现在就好了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会不会有老外后悔这个决定，就是前段时间离开这边呢？还有你们是不是和 Marky 一样感觉中国这边在新冠肺炎疫情上面的情况最近真的有好转了，真的已经好很多呢？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又要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希望你们感觉还可以，和我同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别忘记点个赞，关注一下 Marky 的账号。现在我就要去吃饭喽，接下来上班喽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想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下一期视频见。